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赛车场这里的计时装置把它做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了吧。其实真正比赛并不可能像这样把所有的车都把它放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因为赛道就只有这么宽，不可能把几十辆车全都并排放在同一起跑线吧。一般正式比赛都是分为那个排位赛，排位赛是看你的最快圈速，你的最快圈速快，你正赛的时候你的排位就会靠前，跑得慢的就会排在后面。我们得先回去拿东西，现在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红石他们应该挂了一点，果然挂了好多啊！我先搬一箱行不行？一箱会不会有点多？搬一箱吧。反正我们做那个数字显示器肯定会消耗很多红石的。对，侦测器可能要吧。哎，没了，侦测器没了。我们上去做一下数字显示器吧。哎，这下面有，都是黑的，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下面确实缺一个，我们搭多一点。然后再把上面的每一根，它这个8它是分为7段的，1、2、3、4、5、6、7，每一段再给它充个能就行了。全都用中继器给它充能。它在这里看到了。差点掉下去了。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我上浮的时候当时一个人都没有，现在一下来了2个人。对啊，做显示屏呢，不然谁来做啊？要弄10个，这里要放10个方块，3、4、5、6、7、8、9、10，这边同样。好，这是第一个，2、3、4、5、6、7、8、9、10，中间就是火把塔。反正这个原理有点复杂，我现在说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对，7段显示器，首先要把这个7段显示器弄清楚。7段显示器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弄清楚了这个显示器之后，然后再要弄清楚这个计时怎么做。我这个计时也就只是拿以前不是做堆叠村庄刷铁机吗？里面有一个是那种用比较器可以类似计时的那种方法，我就用的那种。旁边再给它铺上红石。其实我们只要把第一个数字显示器做好了，后面就可以直接 copy 了。主要就是第一个难，第一个你得想怎么做。而且我又不喜欢用投影，感觉用投影做就好没意思啊。哎呀，你上来了。这边还有最后一条线，弄好我们这个显示数字的这一部分啊就完成了，然后再把下面控制电路做一下。首先有一串火把，应该是用来显示0的。0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这样做。好，这个数字就显示0。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示0的这一个，它的火把正好是跟其他的火把相反，对不对？它正好每一层的火把都跟其他的火把都是相反的。我们把它连一下，把这个0把它做出来。0我们要知道要连哪几个？0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中间不要连，把其他的6段全都连上。其他6段，这一条线是接的哪一个？这条线是接的下面的，对不对？我们就把下面连上，好，它下面就亮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放其他的。这条线是连哪个？这条线是连的右边那条线。我们再看这条线就亮了，只要别把中间连上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显示器说难也有点难，说简单也确实有点简单。主要难是难在下面那个计时器。其实计时器我也是拿以前会的东西把它拼上去的，反正不要连这条线就可以了。这条线就是连的中间的那个，看到没？我们连这一边，其他的就不用想了，直接连就行了。因为这7段里面有6段都是要连的，你只要找到那个不连的就可以了。现在0就出来了啊，这就是0，然后再做1。做1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0把它给关闭，我们就手动放一个。不用做拉杆，免得费我们的原石。我们直接把它激活一下，这样激活一下这个火把它就被锁住了，它就还原了。你看这边它就还原了，所有每一层的火把都同步了，这边它就消失了。然后我们再做1，第一排这一层火把是表示0，这一层火把呢它就表示1。我们把这个1给大家激活，哎，这怎么激活啊？这一激活不是全都激活了？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信号强度为1的一个信号，这里放个炉子，连个比较器，我们随便放一个东西进去，它就是1的强度。现在1的强度呢，它就会让这一层火把啊它就不一样。如果把里面的信号再加强一点，它就会让第三排也就是表示2啊。我们先从把1这个信号把它做好。1我们首先要清楚啊，是哪2条？1是这2条啊，这一条和这一条，我们就找到这2条怎么连，那就连这条线对吧？连这条线，然后还有这条线，好，我们就直接搭上去。哎，怎么刷怪了？哎，谁把伪和平关了呀？哎，怎么在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把伪和平关了？待会来苦力怕直接把我这个给炸坏了怎么办？反正这一部分还是挺简单的，它难就是难在电路上面，难在那个计时以及一些细节。那这样1我们就做好了。哎，这是什么鬼？连错了，连错了，不是这一层啊，还在上面一层，还要往上面，是这一层，这才是1。来看一下，哎，这是连什么鬼？只做2位数，我们只做2位数。如果你滑这个赛道你要超过3位数，那就说明你技术不行。我们只做2位数，这上面这样放，还是和我们之前的那个堆叠村庄上面的那个电路有点像，因为我发现那个电路挺好用的，那个堆叠村庄的那个电路，用来当做计时器啊，太妙了！全都调成比较模式。然后这里面全都塞满物品，那我现在就得往里面多填一点方块了，填满，一定要填满这里面，1、2、3，全都填满。朝这边我这个电路就不是很好放，就不好做，哎，这样它的空间就大了。然后把这里面东西塞满，这边再来一个点状红石，还要做一个短脉冲。我们现在就可以实验了。我把这个拉一下，它上面就会数字就会变。我们现在数字是几啊？现在是0，好，激活一下，变了没？变个屁呀！变个屁呀！我这里没有给它激活。这个点状红石一定要给它激活。好，激活。现在显示的是几？显示的是0。好，激活一下。变了没？好，现在是1了。再激活一下。是2对吧？现在变成2了。再激活，它就会一直这样变，啊，变了3。当它最后显示到9的时候，要牵一条线。把这里还原，我们怎么还原这个数字？就是关键就在这里，我把它打掉，它就还原了，它就还原成0了，就从0重新开始读数。所以我们到9的时候，这里要牵一条线，牵到这里，把这个地方还原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里放那种脉冲，对不对？我们可以现在把脉冲做起来，只要打2个4档，2个2档，这就是1秒的脉冲，这个就是1秒的脉冲。我们现在可以让上面的数字动起来。好，我们可以来观察了。1、2、3、4、5、6、7、8、9、0、1、2，它会有点卡，这地方会有点卡，好，把它停下来。上面的延迟你要调一下，不然它每次变一个数字，它每一笔画它有点不同步。最上面它是最慢的，它最上面最慢是因为这里有火把塔，它是有延迟的，每个火把塔它是有1克的延迟，所以上面呢我用了2个红石中继器，上面用了2个，它是2克的延迟。下面呢要跟它同步的话，就第2层了，这一层我们就得给它打4档，这就打4档。然而这里只有2档的，2个中继器只有2档，这2个中继器也是只有2档，我们要把它调成它们有4档，也就是这一个要打3档，这个打1档，或者这个打2档，这个打2档都可以。然后最下面一层要打6档，6档的延迟，最后那个数字显示就会同步。我们现在看能不能停止计时以及开始计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大概可以安心了。哎，他碰了一下，停了，哎，没停。现在是开始计时，正在计时，碰一下，哎，停了吧？停了，现在停了，24。好，我们碰一下。它有一点延迟，25、26、27、28，好，来人了，划过去啊，停了没？33，好，停了，好，可以，今天就弄到这里。